百期详解红白机全游戏巡礼。大家好，我是雷文。这个系列做了1年多的时间，在制作的过程中，我逐渐收集和积累了很多的素材，其中就包括了在介绍游戏时使用的背景音乐。视频里基本上用的都是原作的 BGM， 如果不太冷门的游戏，一般是可以找到这类素材的。有些热门的优秀作品还能收集原声带，虽然原声带听起来效果更好，不过大部分因为版权的问题，做视频是用不了的。少数找不到素材的冷门作品，我也有自己录，这部分的效果就会差一些。今天要来介绍1990年10月发布的游戏。原始人运动会，一款沙雕风格以石器时代原始人为主题的体育游戏，从电脑端移植而来。原版由 EA 发布在 C64 和 MS-DOS 平台，NES 的这个版本由 Data East 发行。从玩法上来说，是一个运动项目的小游戏合集，包含6个项目。在开始界面，先选择玩家人数和操控的角色，6个可选人物，也就是最多6名玩家，其中4个角色都擅长不同的项目，叫做 Gronk 的角色擅长所有的项目，适合新手；叫做 Vincent 的角色没有擅长的项目，适合高级的玩家。选定的角色还有人物介绍，有练习和正式比赛2种模式，分别是只玩单项和按顺序游玩全部的项目。棍棒对决，与另一名手持棍棒的对手在悬崖上对峙，目标是将对手击落悬崖或者耗尽其生命值。先有一个威慑阶段，快速的按下按键并移动，迫使对手后退。几秒后进入攻击阶段，有轻敲和重击等不同的攻击方式，不同的动作有克制关系，还可以用手指向对手的身后。有陨石坠落时可以大喊迫使对方后退，赢得2局获得胜利。投掷游戏，玩家控制的角色拖着自己的同伴，要将他们像链球一样扔出去，用旋转的方式不停地按方向键，角色会拿起同伴旋转，下方的速度槽达到最大时按住 A 键，在合适的角度再松开，将同伴抛出去，看能投多远。恐龙宝库，用一个树枝作为长杆，用撑杆跳的方式越过霸王龙，快速的按 A 键助跑，适当的位置按下 B 键撑杆，再在合适的时机松开 B 键越过恐龙。恐龙竞速，玩家骑在恐龙的背上与对手比赛，要避开赛道上的障碍物，快速的按 A 键奔跑， B 键跳跃，速度达到1/3左右按右键，恐龙会加速并且自动的跳过岩石，但频繁的使用可能导致恐龙迷失方向。钻木取火，与对手比赛，看谁能更快的点燃火堆，快速的按 A 键摩擦木棍，方向键下吹气产生烟雾，或者躲避对手的攻击，方向键上吸气，按 B 键用木棍击打对手。剑齿虎竞速，与对手竞速，同时还要躲避障碍物和身后追赶的剑齿虎，快速的按 A 键奔跑， B 键跳跃，方向键左攻击对手，跑到终点爬上树即可获胜。作为一款体育类的小游戏合集，本作的素质算是普普通通，内容不多。由于是电脑端的移植，操作有些不太连贯，游戏的主题和搞笑的风格还是有些特色，个人评价2星半。雷电之日，又翻译为雷霆壮志，英文原名 Days of Thunder， 有一部同名电影1990年上映，由汤姆克鲁斯和妮可基德曼共同主演。电影讲述了美国纳斯卡赛车场上激烈竞争的故事，场外的事件比电影故事内容本身流传更广，因为2个好莱坞影星是因为这部电影而结婚的。游戏获得了派拉蒙影业的电影授权，除了 NES 版，同步发布到多个电脑平台，也有掌机的版本。画面、剧情和配乐都部分使用了原作的内容。游戏里玩家扮演原作的主角科尔特里克，他要驾驶46号赛车，一辆黄绿相间的雪佛兰，战胜他的2个主要对手，总共要经历8个分站的比赛，根据比赛成绩积累分数，每站比赛要先跑一个排位赛，排位赛只有自己的车辆，根据单圈的成绩决定正赛的起始位次。来到正赛和其他的车辆同场竞技，操作很简单， A 键加速， B 键刹车，方向键转向。比赛是一个第3人称追尾视角，但画面的下方会呈现仪表盘和转速，左侧显示剩余的燃油，画面的右下方还有一个车辆的实时状况图，呈现轮胎、发动机和油箱的状态。一开始都是绿色，随着比赛进行和撞击，零件产生损耗，
纳斯卡比赛的赛程很长，中途得安排进站维修。本作当中进站后的操作需要自己手动进行，画面里身上闪烁着亮光的维修人员就是当时操作的人物。按 B 键可以切换 ，A 键执行行动，完成换胎、加油等操作。这样的设计相当的繁琐，后来被公认为是游戏最大的败笔。每场比赛成功完成后，有一个登上领奖台的图片和简短的过场动画。完成全部的分站赛夺冠，以颁发奖杯的图片通关结束。本作作为一款赛车游戏，基本上就被归类为垃圾作品这一类。比赛的内容单调，维修站又过于繁琐，操控的手感也很糟糕，没有任何的亮点。原作故事的呈现仅依靠几个简单的图片和动画。个人评价1星半。小魔怪2：新种诞生又是一款根据同名电影改编的游戏，也翻译为《小精灵2》。原版电影也是1990年上映，是一部喜剧恐怖片，由华纳兄弟和安布林娱乐共同出品。电影的第一部在1984年上映。两部电影都是以小魔怪吉子魔为主角的故事。游戏也是登陆到了多个平台，不过电脑端是另外的游戏内容。红白机版由 Sunsoft 开发发行，最先推出美版，不久后也发布了日版和欧版。游戏里的故事也和电影情节相关，和吉子魔一起生活6年的温先生去世，吉子魔被克拉姆企业的一名基因科学家抓获，并关在了实验室。好心的快递员比利将他从笼子里放了出来。游戏是动作类型，画面以斜向下的俯视角呈现，方向键控制主角吉子魔，能朝8个方向移动， B 键攻击， A 键跳跃。画面的左上方爱心表示剩余的生命值。主角一开始的攻击方式是扔小番茄，射程短，威力弱，消灭敌人通常会掉落水晶球，相当于游戏里的货币。进入场景里的门，来到商店能够买几种物品，包括了帮助主角从陷阱里逃脱的气球，恢复生命值的爱心瓶，增加生命上限的大爱心和增加生命数的玩偶，以及标有字母 P 的能量罐，作用是能够发射更多的弹丸。除了商店购买的物品，消灭敌人有时也会掉落几种道具，小灯泡触摸后发出强光，全灭屏幕上的敌人。弹簧高跷踩在上面不停地弹跳，这段时间处于无敌状态，但还是得小心陷阱。秒表图案的道具让敌人麻痹一段时间无法动弹。游戏一共有5个关卡，每关又分成了2到3个部分。除了应对各种敌人，躲避陷阱和平台跳跃也是关卡重要的组成内容。前面的4个关卡末尾，吉子魔都能拿到升级的武器。在1-2关的末尾拿到火柴棍直接过关，火柴棒能够发射火球，配合字母 P 的能量罐还可以朝左右同时发射。在2-3关击败游戏里的第一个 BOSS， 获得新的升级武器回形针，攻击射程比火柴棍更远，能向多个方向扩散发射。第3关的难度明显增大，场景也开始变得诡异。在3-3关克拉普先生的办公室里，面对 BOSS 电子小妖，击败他后获得武器回形针弓箭，射程更远，同时发射子弹的数量也更多。4-3的 BOSS 战关卡在一个小型的竞技场，场边的观众有几只小妖和一头被当成试验品的牛。击败 BOSS 得到最后一个升级武器火焰弓，威力最为强大，发射一支燃烧的铅笔，飞行一段距离后爆炸分散成多个小火球。5-2最终的 BOSS 是变异成巨型蜘蛛的小妖。作为 Sunsoft 这个时期开发的红白机动作作品，游戏各方面的素质都还不错，虽然没有什么新鲜的设计，画面、音乐和关卡的制作比较扎实。改编的原版电影我个人不太感兴趣，里面的敌人和怪物形象也不太喜欢。游戏评价3颗星。维林循环也有中文名叫水管工人，游戏原名 Loops， 原始版本于1989年发布在雅达利的8位电脑上，由一名英国的设计师设计，之后移植到各大平台。NES 版的程序开发由 Beat Studios 完成， Mindscape 发布。虽然红白机上没有日版，但94年在超任上推出了一个版本。本作是桌面益智的类型，和之前介绍过的另一款同类作品《水管之梦》有相似的地方，但基本的玩法又有点像俄罗斯方块的消除。在一个桌面棋盘上，随机出现各种形状的图形块，这些图形的形状可以是包含直线或者是直角的单个方块，也可以是占据多个棋盘格子的组合图形。按 A 键可以旋转当前的图形，按 B 键将它放置在桌面上。
画面的下方有一个倒计时的时间槽，要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操作，每次出现的形状都是随机的，而且只能看到当前的图形，无法预知下一个。玩家需要尝试用这些图形块组成环形，一旦环完成，所有相关的图块都会消除，并且获得分数，形成的环越大，获得的分数越多。任何的线条都不能与边缘重叠，也就是说图块之间不能有交叉，也不能超出桌面的边缘。NES 版的开始画面可以选择模式，有双人游戏，还有 A、B、C 3种不同的模式。A 模式下能设置游戏的速度，数值越大，倒计时走得越快。B 模式的玩法和 A 模式类似，但据说可以从中获得2个奖励。第一个奖励条件是完成一个至少1500分的大环，即便是沿着最外围的一圈，也只有500多分。因此要形成这样的环，不光要在最外围绕圈，还得最大限度地利用内部的空间，并且一次性的消除，成功的概率极低。第二种奖励是要通关，这2种奖励我试玩的时候都没有打出来，网上也没有找到相关的视频。模式 C 有些不同，开始时会看到一个闭合的形状，然后从中移除一部分的组件，移除的组件顺序被打乱，需要将它们重新组合成一个环，但不一定和初始的形状相同。完成闭环进入下一关，到后面的图形会变得非常复杂。这款桌面益智游戏的玩法相当的硬核，倒计时很短，得快速的思考和有熟练的技巧。不过游戏本身比较单调，几种模式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无法查看下一个图块的形状，又大大增加了不确定性，多玩上一段时间就会感觉无聊。个人评价2颗星。猛鬼街又是一款同名电影改编的游戏。猛鬼街是美国经典的恐怖电影，第1集于1984年在美国上映。电影成功地营造了现实与梦境混淆不清的氛围，描述了剧中的主角变态的梦中杀手弗莱迪·克鲁格与一众角色斗智斗力的血腥故事。NES 版的改编游戏由 Rare 开发， LJN 发布。游戏的故事背景也来自电影原作。在榆树街，每天醒来都会发现新的神秘死亡事件。梦中杀手弗莱迪作为游戏里的大反派，玩家扮演的角色是普通的青少年，要和朋友们找到弗莱迪散落在各处的骸骨，然后收集起来，扔进高中的焚化炉里烧掉。本作是横版的动作类型，通过连接 NES 外设，支持最多4名玩家同时游戏。主角一开始出现在街道上，有少量的战斗，但主要的游戏场景是街道上的房子和能够进入的其他地点。这些地点一开始大部分会被锁定，需要拿到钥匙才能够进入。进入房屋等主要的场景后，要在每个区域收集所有的骨头。这个区域里剩余的骸骨数量显示在画面上方的正中间。A 键跳跃， B 键出拳攻击。画面左上方的红色横条并不是血量，而是睡眠剂量表，表示角色距离入睡还有多远。剂量表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动下降，如果角色静止不动，会下降得更快，保持移动下降的速度会变慢。剂量表右侧的数字是剩余的生命数，实际的血量并不显示，每条命能承受4次伤害。睡眠剂量表可以通过收集场景里的咖啡杯来恢复，当这个量表被耗尽，角色就会被传送到平行的梦境世界，在这里敌人的形象发生改变，变得更加难以对付。如果是多人游戏，有1个玩家睡着就会被传送，在这里更容易受到弗莱迪的攻击，有可能被突然的拉入战斗。在梦境世界的场景，拿到收音机就能返回普通的场景，意思是用收音机把人给吵醒。另外还有3种道具能让角色变身并赋予特殊的能力，对付 BOSS 很有用，按下选择键变身，一个跑步的图标变身杂技演员， B 键投掷标枪， A 键飞身翻滚。太极的图标变身成忍者， B 键投掷手里剑， A 键飞踢。巫师帽子的图标变身成巫师， B 键是发射魔法， A 键悬停。游戏分成7个关卡，在每个关卡的区域收集骨头，然后进入下个区域，连续几个区域后来到关卡末尾的 BOSS 战，消灭 BOSS 获得钥匙，返回街道，然后进入下一个钥匙可以开启的场景。先后要进入1号房屋、2号房屋和3号房屋，然后是废品站、榆树街公墓和弗雷迪的房子。这6个关卡的 BOSS 大部分是弗莱迪的身体部位。第7关来到榆树街高中，要再次挑战之前的所有 BOSS， 得使用不同的变身效果，
最后再击败弗莱迪，把骸骨全部扔进炉子里。虽说是恐怖电影改编的游戏，但还是正义击败大反派的常规套路。游戏开发之初的构想是玩家要扮演大反派弗莱迪，杀死那些试图收集骨头的青少年，但可能是考虑到 NES 主机面对的群体，这个版本并没有被采用。本作的基本素质还是不错的，有些特色的玩法，不错的操控手感和音画水准，还可以4人同时游戏。个人评价3颗星。球体 3D， 一款从电脑端移植过来的益智类作品，原版是1989年发布的。电脑端的游戏名和 NES 版不同，叫 Beyond the Black Hole 超越黑洞。有一个不着边际的故事设定，邪恶巫师克罗恩威胁要将整个银河系吞噬在一个巨大的黑洞当中，唯一的生存希望寄托在了千年轨道球上，它是唯一能够抵御黑洞引力的一艘飞船。潜入黑洞与克罗恩正面决战，但要抵达巫师的巢穴，必须破解30个场景的谜题。实际的玩法类似于打砖块，用方向键上和下移动画面两侧的2个立场护盾。轨道球与立场护盾碰撞后，会围绕着场景中心的平面做轨道运动，这时可以通过按下 A 键让轨道球俯冲进出中心平面来改变运行的轨迹，也可以通过移动立场护盾来调整飞行的轨迹。画面最右边有一个燃油量表持续消耗，当油量不足时，按 B 键进入加油站的专属场景。在这里，要在加油舱的入口关闭前，尽可能多的穿过加油舱补充油量。游戏的过程中，也有一些情况会导致燃油被偷走或者消耗。本作的一大特点是30个关卡虽然都用类似打砖块的方式，但每个关卡的谜题内容都不一样。从一开始的关卡戳破气泡，然后是击碎保龄球瓶、孵化蝴蝶、玩图形配对、使用球体来拼字等等。在最后一关，除了完成翻牌配对，还要面对大 boss 克罗恩，攻击他的方式是用轨道球戳他的眼睛。通关后有一个简单的结局。这款游戏虽然说有比较新奇的创意，但实际的呈现效果差强人意。轨道的运动想体现垂直于画面的 3D 效果，但在红白机上都显得很廉价，低劣的 BGM 和音效让人不舒服。这种打砖块结合了解谜的玩法很墨迹，实际游玩的体验不佳。个人评价2颗星。芝麻街大鸟学英语。芝麻街是美国家喻户晓的儿童教育电视节目。NES 主机上以芝麻街为主题的游戏之前已经介绍过2款，分别是芝麻街123和芝麻街 ABC。 和前2作一样，这一部大鸟学英语也是教育游戏，面向3到6岁的幼儿群体，但本作的游玩方式让它显得特别。这是 NES 平台上首款用数字化语音来玩的游戏，并且语音是由大鸟的扮演者本人来配音。游戏基本的玩法是要听取语音，根据大鸟说出的单词，按照它的指示选择正确的选项。这里播放一段游玩的画面来感受一下。 The count. Bert. Ernie. Grover. Find Grover. Wow! You found Grover. Now find Ernie. Yay! You found Ernie. Now find Bert. That's the count. Find Bert. Wow! You found Bert. Now find the count. Great! You found
The count. You found them all. Grover, Ernie, Bert. The count. Oh boy. 总共有6个不同难度模式的关卡，分别对应开始画面的6扇窗户。第1和第2关是听语音，从4个角色里找到正确的那一个，只是第2关的窗户会关闭，得记住角色的位置。第3关和第4关是听大鸟说出的英文字母，并在窗口找到正确的字母，区别也是第4关的窗户会关闭。第5关大鸟会说一些简单的英文单词，找到正确的字母并按顺序将单词拼出来。最后一种模式里，大鸟不会告诉你它要说什么单词，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尽可能多的根据窗口的字母拼出单词。这款教育游戏的内容现在当然是没什么游玩的价值，即便是适龄的幼儿群体玩起来也很容易，不过听声音的这种玩法放在红白机上很稀有。个人评价2颗星。超级手套球由 Real 开发，美泰发行的一款动作作品。这款游戏是为了搭配一个奇特的外设而专门设计的，叫做 Power Glove 动力手套的专用控制器，由美泰公司自己开发制造的体感设备。手套的背面除了标准的手柄按键，还有2排数字按键。刚推出的时候备受关注，但它没有和游戏捆绑销售，得单独购买，而且操控不精准，难以使用。最后只对应了2款销量不佳的游戏。当然，本作也可以不使用手套，用标准的控制器来游玩。故事设定在游戏开发时的未来时间，2005年的世界，玩家扮演的航天飞机指挥官被困在了外太空的一个迷宫空间里，只有通过向墙壁投掷能量球来营救指挥官。游戏的玩法是将迷宫探索和打砖块2种元素相结合，总共要探索3大迷宫，从易到难。每个迷宫都有很多的相互连通的房间组成，在房间内采用第一人称视角并呈现 3D 的效果。每个房间有5面墙壁，分布在上下、左右和正对面的方向，墙壁上铺满了砖块。玩家要控制屏幕上的虚拟手套，用投掷、击打等方式控制能量球，撞击消除这些砖块。画面左上方的横条是玩家的生命值，不能让球飞到手套的后面。清除一面墙壁上全部的砖块，可能什么都不会发生，也有可能出现一个红色的箭头，跟随箭头能前往迷宫的下一个房间，也有可能通过传送到达其他的房间。迷宫的场景很大，每个房间都有编号，想要过关探索时得绘制地图。玩家拥有有限数量的子弹，用手套的食指发射子弹也可以清除砖块，也能用子弹射击出现的敌人。另外，场景里经常会有问号，击中这些问号获得不同种类的道具，像是减缓敌人速度的冰冻球，对敌人造成更高伤害的炸弹球，高速飞行的超级球，或者同时多出2个能量球形成3连击，还有补充生命值、增加子弹弹药的道具等等。由于在一个迷宫内，房间之间的路线很多，传送也有随机性，想要过关并不需要探索全部的房间，也有一些运气的成分。这款游戏在当年发售时带着动力手套作为重点一起推广，但这个外设本身比较拉胯，连带着也拉低了游戏的评价。如果抛开这个噱头，本作从玩法和内容上还是不错的，操作也很流畅，只是房间数量太多，导致不少重复的内容。个人评价3颗星。加纳战机由 Compile 开发的经典纵向飞行射击游戏，日版由东京屋发布，美版由 ASCII 发行。游戏原名 Gunneck， 在第15期节目里介绍过 Compile 开发的另一款飞行射击作品 Zanak 扎纳克，也叫银河号，于86年底发布在磁碟机上。2部作品使用了相同的引擎，武器系统非常相似，连游戏名字也是一脉相承。同时，本作还融合了 Compile 在 PCE 上发布的另一款飞行射击名作 Gunhead 的一些元素。日版的故事设定在科幻的未来，由7颗恒星和1颗人造太阳组成的星系，人们过着和平的生活。但有一天，工业产品开始拥有了自己的意志，
混乱逐渐蔓延。受到地球代表的召唤，巫女举行了仪式，试图借助异世界的力量，但却从魔法阵当中召唤出来一架战斗机，从而踏上了击败工业变异体的征程。美版的故事设定稍有区别，虽然还是设定在人造星系，但没有了日版里搞笑的故事内容，而是变成了神秘的宇宙辐射，让原本没有生命的物体获得了生命，开始袭击居民。银河联邦请求 Gunnak 的指挥官来拯救星系。游戏的开始画面里有一个设置的选项，配置内容很丰富，有关卡区域和声音的设置，4个可选的难度级别，启用或者禁用敌人的反击模式，以及将敌人的显示方式设置成精灵优先或者速度优先。最后一项的画面设置在当年的主机上很少见，两种显示方式在游戏里能体现出明显的差异。精灵优先显示的内容更完整，但会出现拖慢；速度优先运行流畅，但会有更多闪烁。在游戏里 B 键发射子弹，按住可以连发， A 键扔炸弹，数量有限，按选择键还可以切换不同档位的移动速度。本作的特色在于丰富的武器系统，场景里能够获得大量的武器升级和切换道具，主武器共有5种，分别对应数字1到5的道具。获得和当前武器相同数字能多段升级，连续的获得字母 P 能提升攻击威力。1号武器是普通子弹，升级后增加发射的方向和数量。2号武器发射能量球，这些能量球还会以相反的角度反弹普通的子弹，升级后球的体积更大。3号武器是半月形的追踪子弹，环绕飞行攻击敌人，升级后飞行的速度加快，子弹的数量变多。4号武器火焰塔，攻击变成火焰喷射器，有贯穿的效果，升级后增加数量，火焰更粗，射程也更远。5号武器发射激光，也能穿透，升级后的数量增加。炸弹有4种类型，对应4种不同的英文字母，和主武器一样，收集相同的字母也能升级。字母 F 是火焰弹，投掷一枚炸弹形成火焰圈。字母 W 是水弹，向上发射几颗巨大的水滴，小水滴会随机落到屏幕上。字母 B 发射龙卷风光束，在屏幕上来回滚动。字母 T 是雷电，发射出闪电在屏幕内不断的折射。需要注意的是，使用炸弹的时候，主武器的威力会下降。炸弹虽然能够清除敌方的子弹，但飞船并不是无敌的，持有的数量上限是20枚。还有升级飞船的机翼，能提高防御力，不会被一击秒杀，还能进一步的加强火力。其他的还有全灭屏幕敌人的道具和增加金钱的钱袋。总共有8个常规的关卡，在关卡之间能进入商店，可以购买武器提升火力，或者将炸弹投送到对应的关卡。每个关卡都是不同的主题，分别对应了人造太阳系的一颗行星，还有一个隐藏的0号关卡，但要在设置的界面用特殊的方式选择才能进入。敌方的角色和 BOSS 都是些搞怪的形象，关卡中也有可能有小 BOSS。应该说 Compile 在这个时期对于纵版飞行射击游戏的开发已经相当的有心得了。相比几年前同平台的 Zanak， 游戏的水准更进一步，除了硬化水平的进步，多样化的模式设置也很贴心，难度曲线合理，还有个性化的角色形象。不过相对这个级别的水准来说， BOSS 战差了点意思，略显遗憾。个人评价4星半。市中心热血进行曲去参加大运动会，也简称热血进行曲，红白机上热血系列的第5部作品。除了红白机的这个版本，游戏在92年还推出了 Game Boy 和 PCE CD 的版本，后来也被收录到各种合集里，也有重制版。为了弥补前任学生会长山田的过错，冷锋学园学生会提议与其他学校联合举办运动会。然而负责运动会筹备工作的新任学生会长藤堂却并非想要真心道歉，而是借此机会碾压其他的学校。他把比赛难度设置得异常高，并为冷锋学园组建了一支强力的队伍，其中也包括了双龙兄弟、国服君率领的热血高中队、力的花园高中队以及冈田组织的联合队伍参加了比赛。他们要在4个不同的项目展开角逐。开始画面先选择玩家人数和代表的高中，最多4名玩家，接着可以进行一些自定义的设置，像是比赛的轮次和限制的时间。单人模式下，每个项目至少要进行2到3轮，队伍要获得第1以继续比赛。如果是2名以上的玩家，还可以设置项目和顺序。
几个项目有通用的规则，像是击倒对手或者拾取物品可以得分，被对手击倒要扣分。梦见厅越野赛，从冷锋学园出发，途经城镇、公园、居民住宅、屋顶和下水道等场景，最后返回冷锋学园。基本的操作 A、B 两个按键对应左右不同的方向攻击，同时按下 A、B 键跳跃，连按2下方向键左或者右冲刺，也可以捡起多样的道具。拿着道具的时候 ，A 键用道具攻击 ，B 键投掷。比赛分成多段场景，根据到达检查点的顺序获得积分。但实际上，如果是单人的模式，不太可能比对手快。想要战胜电脑，只能通过不断的攻击，将画面下方对手的体力槽耗尽，从而让对方失去资格。还可以反复捡起道具刷分。在每轮比赛之间，还有一个队员选择界面，不同的队员有自己的属性。HP 不同，还有专属的攻击招式。第二个项目房屋障碍赛，按顺序闯过多个设有障碍的房间，以最短的时间完成每个房间。和越野赛不同的是，每个房间是固定的屏幕，画面不会滚动，因此不会出现角色脱离屏幕、偏离路线的情况。第三项击打彩球，2支队伍任意组合进行比赛，看哪支队伍先打破场地中央的红球，球的下方有2根杆子。选手必须爬上杆子，用拳头将球击碎。争抢的过程中可以互相攻击，这时操作有些区别。A、B 两个按键对应出拳和踢腿。第4项格斗大会，4个角色在擂台上进行混战，最后剩下的1名选手获胜。除了普通的击打和使用道具，人物的专属必杀技在这里真正的派上了用场。单人模式下使用热血高中队通关，可以看到一段短剧的结尾。这部作品很好地结合了战斗和运动项目，充分继承了热血系列的特色，同时有着丰富的操作内容，不同属性各有特点的角色和技能，多人游玩也非常的欢乐。不过单人模式下2个竞速项目，电脑的设计不太合理，有些影响游戏的体验。个人评价4颗星。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如果您喜欢这个系列，还请多多支持。咱们下期节目再见。